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麦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。在这里啊，老麦给大家拜个晚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牛年大吉。那咱们把镜头交给小夏，进入今天的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夏。今天我来说一篇高盛发布的关于 REITs 类股票的报告。我看完了以后呢，觉得提供了很多的 insights。说起来呢，自从我们做视频以后吧，也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能人啊。这个报告呢，就是一个有内部账号的朋友发给我的。那报告的链接呢，今天我就不放了，因为不能登录进去的话呢，也看不了。所以我今天就把我觉得有用的内容总结一下来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呢 REITs 这类的股票不一定所有的朋友都清楚啊，这是一种房地产投资公司的股票。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我开了个公司，全美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类型的地产投资，像是整栋的那种出租公寓啊，或者是一片的住宅区，也有可能呢，比如投资了商场、电影院的楼等等。然后呢，我把这家公司上市了，您买了我的股票，那就间接相当于您也投资了这一些地产组合，因为你拥有了其中的股份。所以每一只 REITs 股票就像是一个多样化的房地产投资组合，每家不同的公司呢会有不同的侧重，比如有的公司主要做的就是 multifamily， 也就是公寓啊、住宅类的。那有的公司呢主要做商业地产，也就是说比如它开发了一片商圈，然后租给了不同的商店等等。那么 REITs 类的股票呢，一般都会有比较高的分红比率，就是那个 dividend rate。我自己买的股票里吧，也有2到3只，分红呢从5%到10%的都有。所以在股价稳定的前提下，买这种股票拿到的分红比放在银行里的利息可是要多多了。那自从疫情以来呢，大部分 REITs 的股票都是经历了一个暴跌，并且呢还没有回到疫情前的价格。因为现在大家在美国生活的话，也知道民众的生活呢并没有完全的恢复，所以商业地产呢肯定是受很大影响的。那至于公寓出租，在之前的视频里咱们也提到过，会有些人要不就是付不起租金，要不就是只能付一部分。而且呢，像纽约这种地方，在居家工作以后吧，很多人就搬走了，所以空置率也会升高。整体来说呢 REITs 的股票受疫情影响是很大的，很多呢都还在比较低的价位。我这里并不想给买或者不买的建议啊，因为现在的疫苗等等的情况并不明朗。我 REITs 的那几只股票呢，拿了3个月，基本呢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波动，就是不管涨还是不管跌，都在2%到3%这样浮动。当然了，也可能是我挑的股票比较一般啊，所以呢，要是说想等这类股票在之后大涨，我个人是并没有抱这样的期待的。那咱们呢来看看高盛的报告具体是怎么说的啊？这个报告呢是针对2021年 REITs 行业的整体表现做的一个预期，主要呢列举了7家公司，整体来说呢并不乐观。我这里呢也给大家放出这7家公司具体的股票代码，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每家都去搜一下 K 线图，毕竟是高盛关注的，还是有代表性的。那从这张表里呢，可以看出，无论是公司营业收入还是投资回报率来看，普遍呢都是持平或者仍然在下降的。也就是说，高盛的分析并不认为2021年的整体表现一定会比2020年的好。那具体的行业分析是什么呢？主要有3个方面。第一就是租金收入，在2020年的第4季度，收到部分租金的比例仍然是降低的。第3季度呢，全美是 97.5%， 但是第4季度变成 97.3% 了。那这个里面呢，包括了比如说本来应该交2000块钱，但是钱不够就先交了1000块这种例子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比例并不代表了租金全收到了，只是能收到钱的比例。而且从刚过去的1月的数据来看，这个比例呢还有可能进一步下降。1月的数据目前还没有完全出来，只是一个大概的估算。不过目前的预计是这种情况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会逐渐好转，因为呢政府肯定是会不遗余力的恢复经济的啊。但是说实话吧，这种话我从去年上半年的报告开始就看得多了。2020年中期的时候说2021年应该就好了，现在眼见着2021年第1季度就要过去了，各种报告又在说下半年就会好了，所以这个预测吧只能说是见仁见智了。
那租金这里还提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啊，就是加州是收租金的困难大户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也就是说收不到租金的现象最严重就发生在加州，尤其是洛杉矶。因为当地的法律吧，对于不付租金的包容性很强，所以对于租客来说，付租金对他们也没什么好处，拖着呢也没什么坏处。因为我个人嘛不住在加州，所以如果有更了解这个当地法律的朋友，欢迎给我们留言。第二方面呢是居住率，或者叫出租率 occupancy rate， 也就是一栋楼里呢有多少租出去了。那这个比率呢整体来看是有所上升的，因为有的地方有些公司已经开始开放回公司上班了，所以之前呢可能有些人住在家里啊，或者尝试短租住在不同城市的人就开始慢慢往大城市回流，稳定下来。比如我有一些美国同事啊，在疫情以后就退掉了纽约的租房，开始四处旅居。比如呢，先去密歇根住2个月，又去圣地亚哥住几个月，然后又去科罗拉多那边专门滑雪过冬。那如果公司开始慢慢恢复正常上班，这些人呢，当然也就回到了城市里居住。所以报告也强调了，这个居住率的上升应该是首先出现在大公司集中的城市。从商业地产的出租率来说呢，主要还是要依赖于经济的复苏，所以呼应前面所说的2021年下半年应该会好转的这个整体预期，那出租率呢也会上升。第三方面是新签的租金价格，这个专业用词呢叫 leasing spread， 其实就是说啊，比如你一间房子以前可以租2000块，现在只能租1500了，那这个旧租金和新租金的一个计算方式。但反正简单来说呢，也就是现在新签的合约都租不到以前的价格了。从2020年第4季度的数据看啊，整个2020年在租金价格上是下滑的趋势。不过呢，2021年1月目前看来是趋于稳定的，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继续下滑。而且呢，整个2021年的预测大概也是这个意思，也就是不认为各大公司会继续降低租金来招新了。那这个呢，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行业的一个信心吧，也就是说这些 REITs 公司他们相信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，2021年至少能稳定在现在的水平。当然了啊，也可能是有些公司已经无法承受继续降租金了，毕竟价格战不是每一个公司都愿意看到的。那在报告的最后呢，高盛也给出了他们研究的这7家 REITs 公司的投资建议和目标价格，这个我就不发表评论了。有这些股票的朋友呢，可以做个参考；没有买 REITs 股票的朋友呢，也可以研究一下。说实话，我买的3只啊都不在这个名单上面，所以呢，我也不好意思给大家做什么过多的评论。那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天我讲的怎么样呢？喜欢我讲的话，就点个赞吧。第一次看的朋友呢，快点关注我们的频道，点亮小铃铛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